嗨，大家好。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原本呢是想去大学城啊、生物岛那边呢去走一走，但是呢，一想到上次我们去到南沙的灵山岛尖那边人山人海就发现现在老百姓更多的可能更喜欢在这种节假日去那些免费的地方，所以想了一想呢，也就作罢，还是独自呢在周围骑一骑。看了一看天色还是一个阴天，但是呢，看了一看天气预报呢，今天上午应该是不下雨的。所以呢，想了一想我们看看能不能骑到长隆附近大概5、6公里、6、7公里的样子。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这边红灯呢，对面就是绿灯，我这边换成绿灯的话呢，那边就是红灯。所以刚才有人骑电单车的人呢，他可能有经验但是他就是违反交通规则，他看到那边是绿灯呢，这边是红灯，他也不管了，直接就冲过去。所以这样的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所以从我的镜头里头可以看到那些外卖小哥他是不管什么交通规则的。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种职业可以需要像那些快卖小哥那样的争分夺秒，有时候呢手眼脚并用，因为他要骑车要用得上脚，眼睛呢要看路况，手呢有时候还要接手机，非常危险的一个职业等了半天的绿灯骑过了马路对面，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城市一个怎么讲，一种理念就是你这个城市的发展，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以谁为本？是以这个城市快速的现代化，以最高的效率让那些车走起来，让那些物资运起来，还是说真的能够以人为本？任何地方呢都是考虑到老百姓的出行的方便还有呢就是对于那些相对的弱者，比方说普通的老百姓大部分人可能没有车，那你是要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的倾斜来支持到这些老百姓的出行？我觉得最简单一点就是你在设立信号灯的时候应该人性化。比方说老百姓有过马路需要的时候呢，他应该摁一个键，他就可以先过。那么我们知道欧美的这个车辆交通规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它就是
要礼让老百姓，就是一定要让比这个开车的人啊，就弱势的那个群体，就是走路的那些人、骑车的那些人呢，他有优先的这个路权。在这一点呢，我自己是有一个惨痛的教训的。我在美国啊，第一次考驾照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在美国考驾照的事。因为在美国考驾照呢，老实讲，相对来讲要比我们这边要简单。所谓简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并不要求你有高超的一个驾驶的能力啊，或者呢，你有一个很精准的停车的能力。这些呢，他认为都不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在你以后的日常的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啊，你都能学会。但是对我们来讲啊，我们最觉得容易忽视的是什么呢？就是交通安全，就是一个路权，就谁才是这个马路的主人，或者是第一主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自己呢，就是因为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造成了我第一次路试的考试的失败。具体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一个路口啊，看见啊，对面呢有人一脚跨到了这个马路上，但是呢，他走的是对面那个车道，而且刚刚一脚踏上马路。你不能从哪个地方来判断的话呢，你都会觉得说，这个人离我还远，我只是一个直行，或者呢只是一个拐弯，两不相干的。那我这边呢就继续准备前行，但是坐在我身边的考官呢，只跟我说了一个词 "fired"， 然后呢，你就 go home， 就这么简单。当时我都懵了，说我在哪个技术操作环节错了吗？是没有回头，还是说没有停那个 stop 刹停？都不是。等到我回到了停车场，他就跟我说出了原因，说你缺乏安全意识，你不尊重路人，他们的第一在路上的优先权。但凡你同一条马路有一个人一只脚已经踩到了马路上，即便的那个人远离你10几20米，你都不可以通过，你必须等待他的通过。这个就是美国的交通规则所规定的，你必须礼让行人。虽然呢，他远离你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只要他跟你可能要使用同一条马路，他有使用马路的优先权。所以呢，我刚才说的啊，就是我在美国上的第一堂交通课啊，而且是在实战当中，在实际的驾驶的路考当中发生的。这个让我呢记忆深刻啊。那么从此的话呢，你就会一直记得这样的一个规则，也就是呢，你必须要理解啊，在这个马路上啊，谁最有权使用这个马路？第一的这个优先权是谁呢？那就是路人，就是那些比开车的人弱势的那个群体。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立法的根据。这个立法的根据是对应的是什么呢？是人民群众他的基本的权利，而不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利益的需要。这个是有天壤之别的。虽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完全做到把路权归给老百姓，因为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交通的规则。比方说，你即便是个路人，你可以优先走到马路上，开车的呢必须等你。但是呢，你也一样需要呢遵守交通规则。
走着走着呢，这边就到了中山村的党情服务中心啊。就是中村街呢，有好多的村组成的。我现在在哪里呢？我自己完全搞不清楚了。但是呢，主要目的就是骑车。我突然发现啊，我走的方向有点古怪了啊！我居然看到了这个名望天下起伏的那些楼群啊，那肯定搞错了呀。所以呢，我每当就在国内啊，在路上看到这些，无论是交通灯的设置，还是老百姓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的穿红灯，我的内心来讲的话呢，真的是不认同的啊。一个呢，你不管老百姓啊，他只要怎样呢，上了马路，即便呢他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但是呢，你作为开车的人，一定要有礼让这些弱者的这样的心态啊。无论从安全角度啊，还是作为人品来讲，都是应该礼让的。那由此来讲的话呢，我们在右转弯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转弯的时候呢，我们理所当然的需要停一停，观察一下有没有过马路的路人。如果有的话呢，无论如何都是要礼让这些行人。那么我想交通管理部门呢，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他就应该加大这样的执法的力度，对那些不礼让行人的那些车辆驾驶员呢，就是要警告，甚至要处罚。同时呢，在设置交通灯的时候呢，也是同样要以这样的一个理念来优先的让路人呢，这样的一个路权先得到满足啊，先得到尊重。所以因为现在呢，经常骑行在外面的马路上啊，我们有时候看到啊，很多的车来来往往的非常的快，而且确实是它是不让人的啊。刚刚呢，我从这边出来啊，这边呢是中山村村委啊出来，所以呢，中村的3个村啊，我都走过了。我呢已经完全搞不清我已经骑到了哪里了，我就跟着感觉走，看看能不能去到长隆那条大道啊，汉西大道。
这里呢还是一片啊乡村的城乡结合的那种区域。突然呢，又骑到了一条大马路上，这里是中汉路，是一条大街啊。完全呢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路上最多的呢，也是这些汽车、汽配维修店啊。但是这段路呢，好像应该是重新修整过的。你看，两边的绿化带啊，基本上都已经是弄得非常完善了。金山湖文化公园了，哎，这个有意思啊。那干脆呢，今天就转向了啊，我们就到金山湖里面去兜一兜吧。我们原本呢一直都是从那个金山大道啊那边进到金山湖公园的。看来这个里边呢也是可以去到的啊，没有看地图，完全就是懵的啊。就转到了这么一个地方，这边还写着一个信业大道钓鱼场，直路1公里。右手边呢就是一个小河冲啊，但这个河冲里头呢都长满着杂草，没有水啊，没看到水。哦，这边呢就是他说那个信业大道的那个钓鱼场啊，哇，很多人都在钓鱼。这是一个钓鱼、静静的思考人生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生活压力减压的一个好地方啊。大家看看，大家都在专心致志的钓鱼啊，我们也不能去随便打扰别人，怕把鱼都给吓跑了。对面的就是招商地产金山谷的那些楼了啊。哎，这个有意思啊！无意当中就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左边的这位仁兄啊，一边应该听着音乐，满脸的陶醉，一边呢稳坐钓鱼台。这种光景啊，也是很有意思啊。所以呢，骑车的人呢，最喜欢就是骑在这种乡间小道啊。人少车少，所以也不用顾及着刚才那些什么信号灯啊、什么交通规则啊，就是很自然啊。你走你的路，没人挡你的道。这边呢，就应该是进了城里面了啊。我们还是按规矩戴个口罩啊。来好。原来是从这边出来啊！我知道了，以前呢也骑到过这边拐弯。原来呢，一出去呢就是进到一片乡村地带了啊。我们呢就在湖边骑一骑。这边呢就是金山湖啊。前面的就是广台高速的高速路。我记得上一次来骑行啊，应该差不多1个月以前了吧。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把单车啊放在我的车的后备箱，开进了这个金山湖，在金山湖的停车场呢。就把这个单车呢取下来，打开，在那边呢就开始了沿湖的这么一个骑行。今天呢，我们干脆啊就直接骑着车就来了，这个感觉更自由自在啊！而且呢，还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信业大道边上的钓鱼场，就没有去钓过鱼啊，可能很难啊去体会那些钓鱼的人的乐趣啊。我估计很多人呢，应该志不在钓鱼，志不在渔获，而是呢在等待鱼儿上钩的那一刻，看你能不能逮住这个时机啊。就跟人生的路上啊，最重要的实际上是选择。那么这个结果呢，就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把握得住啊。这边呢，我上次其实也来过这边，起了一个很漂亮的玻璃幕墙的楼啊。一出去呢，就是金山大道了啊，但还没有骑够啊，肯定就不能就这么就出去了，就到它的跟前来看一看啊。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呢？看上去还是很高级的样子啊，也可能正门是在另外一头吧，好吧。
也没有必要去搞清楚了。我们从这边呢下去继续骑行。从高处往下骑啊，非常的轻松。在这样的湖边骑行啊，风景好，空气好，人少，没有车，安全上面得到完全的保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骑行呢，心情肯定是大好。所以呢，骑友们啊，但凡有可能呢，还是要避开那些车水马龙的大道，与那些高速行驶的汽车呢去争道。最好呢就来到这些山清水秀啊，或者是专门人工做成的绿道旁呢来骑行。这个应该是上策啊，不知道你住的边上有没有这种适合于骑行的这种绿道公园呢？但是人呢，有时候就这样啊。比方说这么好的环境啊，你骑过了几次以后，你可能就会有新的想法，就想去探索一些新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往往离你家不近啊。所以呢，你要不就是要做好骑车远征的准备，要么呢就是把这个车放在你的这个大车后面啊，然后呢，怎么样能够去到一个你想要到达的一个地方，在那边呢骑行。但是呢，你要面临的一个就是，你可能要开一段时间的车。油费啊，路费也就算了。问题是你到了那地方，能不能找到一个称心的、合适的停车场？这个就难说了啊。所以，端午节前夕啊，就离端午节还有几天的时间的时候呢，我看这个网上突然发布南沙那边的政府的一个公告，就是有鉴于啊，每次节假日的时候呢，像那些灵山岛间啊建设中的一个新的城区，这边呢因为有非常好的绿化带，种了很多的树，而且呢那边啊停车也不要钱啊。更重要的呢是有非常长的那个江岸的江景啊，不能说海景，虽然离海呢也比较近，所以呢就变成了大家一窝蜂的开着自己的车，全家人呢到那边去竖帐篷进行野炊。那就可以想象啊，我们也曾经到那边去开车经过过，一看那个光景啊，路上啊堵车堵得不得了。为了找一个位置呢，你恐怕得要等个几十分钟啊，甚至有时候1-2个小时未必停得到位。很多人呢就违反交通规则，违反停车的规定啊，就在那乱停，更加的加重了这个交通的堵塞。
再加上呢，很多人呢，帐篷一收，满地的垃圾啊，随处乱扔。虽然现在的人的素质已经好了很多，但是难免还是会留下很多这样的垃圾。然后呢，那些市政人员就面对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啊。所以呢，政府不得不紧急踩刹车啊。所以这个就有了刚才说的啊，政府连夜就出台，在新的一个长假的来临之际，就说你进入这个灵山岛间，所有的人呢都要预约啊。总之设置了一些障碍，他也不说禁止。这个就是为什么国人呢永远都这样啊？他们就说任何事情都是要快，在一个规则没有出来之前呢，赶紧抓住机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实际上呢，这个是不仅呢机会主义啊，而且实际上呢是有一些利用这些法规啊缺失，然后呢投机取巧，就为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然后呢又紧急刹车，最后呢让后面来的人呢就扼腕长叹，说啊我早要去就好了。所以大家呢这种投机心理啊，在下一次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呢，又会另一次的释放，如此呢循环往复啊。那么政府在监管的过程当中，也只能是疲于奔命，见招拆招，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些呢都在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大家遵守规矩。政府呢也为老百姓的出行尽量努力的提供更多的方便，和制定了倾向于普通百姓的这些规则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没有达成平衡之前呢，就市民和政府之间啊，为了利益不得不进行什么呢？博弈。那么看过《博弈论》的人啊，我家里就有一本很厚的《博弈论》的这样的一个书，里面呢，博弈一定是没有赢家的，而且这种博弈呢，只要不消除、不消失，就一直会进行下去。这边呢也支了几个小帐篷，像这种三三两两的支几个帐篷呢，我觉得不但不应该取缔，还应该鼓励啊。但是如果说弄满了，那可能就要出现问题了。这边呢又来到了金山湖的金山大道的入口的那个牌子面前了啊，我们继续去走一走。上次我来的时候呢，就是把车停在这个岸边啊，这是允许停的。但是今天要来的话呢，就未必能够停得到车了。阴凉可以滑。今天啊，这个太阳晒着，连躲阴的地方都没有。
我的对面呢就是宜家了啊，上次我们去过的宜家，那边呢就是金山谷的楼加上那个保利的那个楼啊。那我们骑车呢都到它跟前转了不止一次了。在这样的蓝天白云底下骑车啊，我镜头呈现给大家的这些风光呢，可以跟一个高级相机比美啊。因为呢，天气好的缘故。如果说阴天或者说昏暗的天气呢，我这个相机啊，立马就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啊，就它的这个能力呢就有问题了。上次呢已经去骑过那个木的步道了啊，我们就不再进去了。我们来找个地方啊，稍微喝点水，稍微休息一下啊。但这个地方要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又没有人的地方呢，还真不是特别容易啊。有孝心的人呢，推着自己的老母亲啊，推着轮椅车，也到这边来逛一逛湖边，看看风景。再到这个纪念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的这么一个雕塑啊跟前呢，再来停一停。我们前段时间已经去过了麓湖岸边的星海园，也去了二沙岛的星海音乐厅。这边呢有这么一个纪念冼星海的一个雕塑啊。其实这边呢是一个小山，上面呢还是有很多的亭子啊是可以上去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车就不大方便了啊。这边呢还有水龙头，给大家洗个脸。
上次来骑的时候呢，我好像没有骑到这个里面来啊。在前面呢。适合于亲子活动。哎，长脚脚。其实不适合他，我说实话。显然呢，这个就是信业大道要穿过那个星光快速路的立交桥啊，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好像只剩了这一段了吧？应该很快就可以穿过这个星光快速了，在这边。哦，这边呢倒是有些风啊，看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凳子，我们就在这边休息一下了。现在呢，我就坐在金山湖边啊，这边呢正望的就是我们祈福新春的那个路口。就把这个镜头调过来，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是整个的金山湖。其实不是整个啊，因为那头还有一个湖。这是我刚刚骑过来的路啊。我现在呢把这个镜头就架在了我的单车的座椅上啊。坐一会儿休息一下，探一下这边的凉风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树荫底下的一个长椅。今天到金山湖来呢是非常偶然的啊，因为我并没有想要到金山湖来，我是本来想奔着那个长隆啊那边的有一个野生动物园，也有一些欢乐的这些世界吧。那边据说还有一些酒店啊等等那些娱乐的设施，那个里面啊很大一片呢是绿地。当然我不确定那里头可不可以给进去骑车，那反正只有离我们起步5-6公里嘛，就准备去走一走。谁知道呢，走错路了啊！结果呢无意当中就拐进了这个信业大道的一个钓鱼场。谁知道骑进来1-2公里呢，就到了金山湖的另外一个门。结果一进来呢，就是熟悉的金山湖的那个景区的那个地方了，就干脆就放弃了去长隆，就在金山湖走一走。已经骑行了1圈半了，现在呢坐下来休息一下。刚才在那个信业大道啊，那个钓鱼场呢，看到有很多钓鱼的人，其实我看年纪都不大。让我感觉呢，这些人还是带着这个 iPhone 的耳机，一边呢在听音乐啊，一边呢在钓鱼，脸上的那个表情啊很享受啊，而且好像志不在钓鱼，志不在渔获的那种神情啊。那我相信呢，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事业的啊。能够在一个节假日放空自己，到一个钓鱼场来坐一坐啊，
面对的这个无光波影啊，还有可能也期待那个鱼儿上钩的那一瞬间，怎么能够去把鱼钩拉起来，有所收获啊，等等的，这些可能都是让自己获得最大快感的那个一瞬间吧。要不的话呢，就在思考人生啊，或者想着这个事业上的一些种种事情，寻找对策啊。那人是需要有这种安静的地方去做一些思考。所以呢，我觉得骑行也是啊。虽然说对我们这种年纪人来讲啊，已经慢慢的远离这个自己的事业啊，或者说有意呢放弃了一些事业，主要呢也是为了探索啊，这个未来的人生怎么能够让自己又活得健康，又有更多的乐趣。那么所以呢，也需要在骑行当中给予自己一种独处的机会。虽然说有时候啊，这个骑在大马路上啊，轰鸣的这个汽车声呼啸从身边而过的时候呢，还是会把自己呢拉回到现实。但是呢，一旦进到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安静的湖边啊，听着鸟声、知了声，还有轻微的风声，看着眼前的那个湖水啊，那种波纹，然后呢，树叶呢在风中摇动，这样的这种光景呢，是最容易让自己安静下来。其实呢，思维啊并没有停止，有时候呢，这种时候的思维可能更加活跃，就很多的这些过往都会在眼前闪现。然后呢，未来的安排啊，其实也在一次次的骑行当中呢，慢慢的变得清晰。这个大概就是我自己能够体会到的，除了健身以外的另外一层意义啊。当然，才骑了1个多月而已啊，有很多的这些体验呢，我相信还在之后，而且呢会更加丰富，会让自己呢有更多的这些收获。那我想呢，这是我最期待的。昨天呢，我自己啊，在视频当中，因为也分享了一些，比方说在路上掉链子，在家里换内胎啊，然后担心这些气压、链条，还有变速的那些出的一些故障等等的，就有热心的网友啊，我相信是骑行的达人，或者对于这些自行车呢是比较专门的人呢，在这个评论里面给了我很多指点啊，非常详尽。那我猜呢，他是用这个繁体字，应该是广东话来这个写的这个文字啊，所以呢，我在这边呢也向这位应该是生活在香港的朋友呢，表达我的谢意啊。那也非常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这些达人分享你们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指导。对我来讲呢，完全是一个骑行的菜鸟啊！我甚至呢，很想把这个骑行菜鸟当成我的这个 vlog 的一个名字啊。但是想想呢，这个稍微有点俗啊，所以呢，我后面想了一想，还是起了一个骑行慢聊啊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最近呢，也一直是在不断的优化当中啊。但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些制作啊、美术啊、编排啊等等方面的毫无心得，是真正的一个菜鸟，所以呢，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当中啊。希望呢，向很多的这些达人们呢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呢，今天趁着非常凉爽啊，我在这边呢休息一下，也在这边呢跟大家呢表达再次的感谢啊。那我就打算呢在这边呢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结尾，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期待我们下一次视频里面再相见，拜拜。
虽然呢已经跟大家说了拜拜啊，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在环湖骑行半圈回家的过程当中呢，也请大家随着音乐声呢来欣赏一下金山湖的湖光山色，因为边上也有一些小土山，还有呢就是林荫小道啊。虽然听不见鸟叫虫鸣，但是呢从这个舞动的树叶当中啊，在这个绿意葱茏的这么一个清凉的这么一个湖边的地方呢，大家应该也能够在心里头听到啊自己想要听到的自然的和声。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个假期，开心每一天。